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6月2号了。在过去的一周里，在中国，我们有2个重要的节日。第一个是5月31号端午节，也就是 Dragon Boat Festival。第二个是6月1号儿童节。在这里，我先祝大家6·1儿童节快乐，端午节安康。你可能会疑惑，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为什么还要说6·1儿童节快乐？在中国，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只有小孩子才过6·1儿童节，但最近几年，经常情侣之间也会过6·1儿童节，因为大家都说，如果一个人爱你，那在他的身边，你就像一个小孩子，所以当然要过6·1儿童节啦。再到现在，其实不仅是情侣之间，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在生活中都有不同的压力，或者工作太忙了，或者任务太重了，或者遇到了一些困难，每个人生活都很不容易。在儿童节这一天，让我们忘记那么多烦恼，做一天快乐的小孩子。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儿童节了。你还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不说端午节快乐，我们说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安康。一般在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快乐，比如生日快乐、6·1儿童节快乐、劳动节快乐、妇女节快乐、新年快乐、春节快乐等等。但是端午节我们不说端午节快乐，因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屈原，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最后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跳江自尽。为了纪念这位诗人，所以我们有了端午节。我们说端午安康，希望收到这句祝福的人平安健康。最近我在厦门，今天厦门的天气很好，有很多的阳光。最近我在厦门有一个培训，几乎每个星期的每一天都会从早忙到晚。每天上午从9点开始，我就需要去教室听课，有时候甚至中午也不能休息。然后下午继续听课，晚上也一直要忙到9点。9点之后，我还需要给我的学生上中文课，每天都很累，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拍视频。其实我也有一点焦虑，但是没有办法。在培训的这段时间里，为了节省预算，我们都是2个人住在一个房间。我开始发现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也就是中国人有很多爱做的小事情、小动作。可能这些事情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这些事情其实是只有我们在做的。可能这些事情在别人看来很奇怪，
所以今天我就想和你们分享这些可能只有中国人喜欢做或者习惯做的小事情。当然也可能不完全对，因为我没有在其他的亚洲国家里长时间的生活过，可能这些事情许多亚洲国家的人都会做，我不知道，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如果我说错了，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纠正我。一想到这个话题，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清单。现在我的清单里一共有8件奇怪的小事情，我觉得每件都很有意思。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分享得完，我努力。如果分享不完，我们就之后继续聊这个话题。第一件事，你们应该都知道，中国人爱喝热水，非常爱喝热水，特别爱喝热水。举一个我家的例子。从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和我说要多喝热水。即使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但只要我在家，我妈还是会和我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不要喝冷水，更不要喝冰水，对身体不好。我爸妈非常爱喝热水，有时候即使是我们已经在超市买了矿泉水，我爸妈也会把矿泉水倒进热水壶里，这就是热水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不太喝热水的话，那我觉得家里应该没有热水壶。他们会把矿泉水倒进热水壶里，等到水热了之后，再把水倒进杯子里，然后才喝。我有时候非常不理解，因为我觉得矿泉水已经很干净了，为什么还要再把矿泉水倒进热水壶里？这时候我爸妈就会和我说，因为热水可以驱寒，也就是驱除寒冷。比如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如果我们衣服穿得很少的话，比如像我现在这样，可能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都是冷的，这些寒冷通过我们的手和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整个身体都是寒冷的。所以喝了热水之后，身体里的寒冷就会消失，身体热了，我们的消化，我们的血液循环才能更好，也更不容易生病，更不容易感觉身体不舒服，尤其是对女生来说。我也是女生，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每个月都有几天身体不舒服。其实我还好，我有时候会肚子疼，但幸运的是我不是每次都肚子疼，只是偶尔我的肚子会疼。但是我知道有些女生每次都会非常不舒服，甚至不舒服很多天。每次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妈就会和我说，你看，谁让你平时老喝冰水，多喝热水的话，你身体就不会不舒服了。因为很多人觉得肚子疼是因为寒气太多，喝冰水会让寒气越来越多，但是喝热水会驱除寒气。可能你也听说过，如果在中国你生病的话，比如说你感冒了，发烧了，你肚子疼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首先和你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听起来好像只要喝了热水就会马上康复，虽然确实不会马上康复，没有那么快，但对我个人来说，多喝热水确实有帮助。
比如我平时不喝热水，我很喜欢喝冰水。如果没有冰水，至少我也会喝冷水。如果实在什么都没有，只有热水，比如在中国的火车站、高铁站或者飞机场，都会提供免费的水，但一般都只有热水。在这些地方，我就会妥协，喝一点点热水，但不会喝很多。但如果我生病了，我会自己主动的喝非常非常多的热水，可能喝咖啡都会喝热咖啡，确实有帮助。但可能因为说多喝热水这句话的中国人太多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生病的话，我们就会开玩笑的说多喝热水，是在开玩笑，但确实我觉得有用。传统中医也认为多喝热水对身体好，因为在中医看来，我们的身体最好有一个冷热平衡的状态，也就是阴阳平衡的状态。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阴太多或者阳太多，那就都不是平衡的状态，而是失衡的状态，也就是失去平衡。而之前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认真的减肥，但即使在减肥，我也需要保证我身体里的营养元素是平衡的。比如我要吃菜，我要吃肉，我要吃水果。如果我为了减肥开始不吃米饭，不吃面条，不吃水果，不吃肉，只吃菜，虽然最后我一定会瘦没有疑问，一定会瘦，但是我的身体也会不健康。在中国，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人爱喝热水，也是为了身体里的冷热平衡，或者阴阳平衡。你爱喝热水吗？你生病的时候会喝热水吗？有没有中国人和你说过多喝热水呢？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第二件事就是中国人非常喜欢防晒。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然有例外，但是在整体上中国人都非常喜欢防晒，尤其是女生。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在你们自己的国家遇到过中国游客的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游客？你们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伞，拿着雨伞，但是没下雨，他们为什么拿着伞呢？答案是为了防晒。你们再看这张照片，他们都戴着口罩。这时候已经不是疫情了，他们为什么戴口罩呢？答案也是为了防晒。我觉得一般防晒是很有必要的。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已经很长时间完全不防晒了，不穿防晒衣，不涂防晒霜，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懒。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觉得要在脸上涂那么多东西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每次都不涂，每次都懒得涂，所以现在我的皮肤也不太好。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皮肤比较粗糙，再加上我平时也不太护肤，只是偶尔护肤，所以皮肤比较粗糙，而且也比较黑。昨天我见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朋友的专业是医学，他是一个男生，皮肤非常好，
很细腻，不像我这么粗糙，所以我就跟他请教了一些护肤方面的问题，他也帮我看了看我的皮肤情况，最后他根据我的皮肤情况给了我一些护肤的建议，给我推荐了一些护肤的产品和正确的护肤程序，当然也根据我的预算给我推荐。其中他说护肤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如果不防晒的话，即使用再多的护肤产品也没有用。这里我们说功亏一篑，功亏一篑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做，所以最后的结果也不好。这就是功亏一篑。即使用了很多的护肤产品，但是如果最重要的防晒没有做的话，也会功亏一篑。所以我最近也打算开始用防晒了，为了皮肤更加健康。在中国，除了健康，很多人防晒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皮肤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一说中国的审美标准了。虽然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啊，虽然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但它依然存在。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一起聊过中国人不能没有美颜。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了。在中国的审美标准里，我不算是一个漂亮的人，因为我的皮肤很黑，身材也有一点肉肉的，不算胖，但还是有很多肉。中国的传统审美标准是皮肤白，身材瘦，眼睛大。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我不是一个漂亮的人。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妈总和我说黑皮肤最漂亮了，我也不太相信，因为我总是能感觉到别人看我的时候还是会说我。虽然现在大家的思想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了，但传统的审美标准还是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有很多人疯狂防晒，因为他们很害怕自己的皮肤变黑，一变黑他们就会觉得我不漂亮了。当然皮肤黑或者皮肤白都是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是有些人的疯狂防晒已经开始影响他们的健康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在这个短视频里，一个女孩因为害怕皮肤被晒黑，所以不论天气有多热，她都穿防晒衣，从头到脚全部都穿防晒衣，甚至给脸也穿了衣服，只有2只眼睛和鼻子的2个鼻孔在外面。一段时间后，因为这个女孩完全不接触阳光，所以她的身体就缺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她身体里面的元素失衡了，最后她生病了，身体很虚弱，只能去医院。即使皮肤被保护得很好，但是身体却付出了代价。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有太阳，所以我们有了白天和夜晚，我们有了1年4季。阳光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么重要，
我们应该拥抱阳光，而不是拒绝阳光，逃避阳光。我好喜欢现在的阳光呀！现在的太阳不太大，因为马上要日落了，现在的阳光很舒服。第三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我们有不一样的卫生间，这个已经被很多人都吐槽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讨论卫生间，如果你现在正在一边吃饭一边看视频的话，如果你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你可以先暂停，吃完饭之后再和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Kind reminder, if you're watching this video while you're having a lunch or dinner, and if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topic about the toilet, you can take a pause after finishing your meal, come back and continue this topic with us. 我们先看两种工具。第一种是这个的名字是马桶，在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里也是这样的。我家的卫生间也是这一个工具，马桶。现在我们再看第二种，这个的名字，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好像我们平时确实不说它的名字，因为已经太习惯看到它了。虽然在家里我们用马桶，但是在外面的公共卫生间里都是第二种工具。如果一定要用名字来区分这两种工具的话，第一种我们叫坐便，因为我们是坐着的。第二种我们叫蹲便，因为我们是蹲着的。这一种蹲在网络上又被人叫做亚洲蹲，听说很多人做不到，觉得这个动作很难，很容易摔倒。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这个动作呢？中国人应该都会做这个动作，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脚要一直这样，不能踮脚，要一直这样，然后身体慢慢的蹲，最后完全蹲下来，像这样。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动作非常轻松，你也可以试一试，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成功。中国人比较习惯在公共的地方用蹲便而不是坐便，有时候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当然这个考虑是对是错我们先不讨论，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习惯，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很多的公共卫生间如果没有及时打扫干净的话，我们担心坐便不太卫生，因为这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我们不喜欢有皮肤接触有时候可能也没有考虑到卫生问题，只是从小到大我们都习惯在公共卫生间使用蹲便，如果突然看见只有坐便，可能会很紧张，觉得不适应。之前我在瑞士留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很多学生共同使用一个卫生间，有男生也有女生。当时我也不太习惯和别人，尤其是男生共同使用一个马桶，一个坐便，所以每次我都会很认真的先用纸巾打扫一下马桶，然后再使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习惯上的不同吧。我也不知道中国人是因为需要使用蹲便，所以我们会亚洲蹲，还是说因为我们本身就会亚洲蹲，所以我们才可以使用蹲便？我真的不太清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你们觉得呢？今天我们一起聊了中国人习惯做的3件小事情，当然可能不只有中国人喜欢，可能其他的亚洲国家也习惯这样做，比如亚洲蹲，我觉得应该很多亚洲国家的人都会做。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跟我分享。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了，所以我们不能再继续说其他的事情了。但是我的清单还没有完成，所以在之后的视频中，我也会和你们继续分享。如果你们已经在中国，你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中国人很习惯，但是你自己不习惯的事情的话，我也非常期待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或者如果在你自己的国家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们很习惯做，但是其他人不习惯做的呢？我对这些话题都非常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和我分享。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 一个 super thanks，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这对于我来说也非常重要。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